本来是应该讲到劳动教养的事，但是有一些事啊，在清华发生的事啊，还需要补充啊，因为这个比较重要的啊。第一个补充啊，不是有一个叫赵淑范的同学吗？他主持那个自由论坛，后来在监狱啊，我们见面了。他亲自告诉我，他判了15年徒刑。我呢，一共是在监狱里头啊，连教养跟劳改，一共是20年。但是我的情况跟他的情况不一样，我不是一下子判20年，我是逐步升级，就是排害跟反排害的斗争啊！我不服气啊，是不是啊？一直这个斗争啊，不断的斗争，是最后加起来是20年，不是一下子判我20年，跟那个赵淑范啊有所不同，这是补充一点。第二点补充，说到我的这个教养的罪名，说是抗击劳动吗？我自己都不明白什么抗击劳动啊！我自己都莫名其妙。后来啊，审讯员呢，那是后来的事，就问我，为什么你要抗击劳动？他就问我，有一天学校叫你去劳动，义务劳动，你拒绝，有没有这样的事？我说是有。当时是什么呢？挖那个校河啊，那个臭沟啊，义务劳动，学校是叫我去参加，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被开除了，对不对？被开除学籍了，那我是讲道理，对不对？你把我开除了，我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了，那你有什么权利叫我去义务劳动啊？我没有这个义务啊，对不对？我不是清华的学生了嘛，对不对？所以我拒绝，就是那么一件事。我认为我是有充分的理由嘛。如果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是应该参加义务劳动。我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啊，没有这个义务，就是那么一件事。所谓的抗击劳动。那么后来我不是移居到香港吗？在香港我听说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但是也可能是真的。说是中央有规定，凡是归过华侨打成右派的，不许可送去劳动教养。所以学校把我送去劳动教养，不能用右派的名义，他就是用抗击劳动的名义了借用其他的名义。这个也就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这个共产党这个党委他要排害人呢，他有的是办法你拦不住他的很可怕的你看中央的规定，他都可以变化改变这个是我是在香港听说的。还有一件事，有人问我了他说你当时如果不写大字报，不在自由论坛发言，不为这个潘志敏鸣放，为他打抱不平，你不说话了，不是没有事吗？
他说你是不是多嘴啊？是不是啊？你不说话不是没有事吗？这个我要讲一讲。我不是多嘴，也不是出风头这个要讲清楚，对不对？我不是那一类人。我1949年投奔北京，因为每天也看报的嘛，看到说有人这个反动日记啦给搜查了，对不对？我一看，那不得了，这个日记给搜查。我本来在印尼每天是写日记的，那么我回到大陆以后我一看报纸说日记出了问题，我从此不写日记了我觉得那个写日记太危险了，是吧？另外呢当然看报嘛，是说反动言论什么这个也出问题所以我也知道了，祸从口入。我从此，因为这个我看报纸嘛，对不对？我从此不说话了。其实按我的性格是比较这个爽快的，是吧？也是说是快人快语吧，对不对？但是我一到中国，完全变成两个人了不说话，我也不赞扬共产党，我也不批评共产党我封嘴了，我只看是不是？参加斗争会我也去我不说话。我当了哑巴，在北京8年。你想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是出风头的人吗？8年了，不说话连跟我最好的朋友华侨同学一块上北京的，我都不敢跟他说话，因为很难讲，人的思想完全是变化了你跟他讲心里话，有不对的地方，他可能检举。往往检举你的人，就是最接近你的人，因为只有最接近你的人，你才说一些心里话。所以我连最好的朋友，我都不说话，不讲话。8年当哑巴，19年到57年。一直到发生了潘志明事件，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才发言，一再说我不是爱出风头的人8年当哑巴是吧？最后才开口，不说话是不是就不会打成右派？就没有事呢？不一定很多人是不了解这个情况，这个要讲一讲。毛泽东有规定的，每一个单位一定要揪出5%的右派分子。那么有的不够数有的人家发言没有问题他没有问题，你不能给他打成右派嘛，对不对？他没有问题嘛。但是抽不出这个5%怎么办呢？你还得要找你还得要抽出这个1%，因为这个是毛泽东规定的，最少5%。那怎么办呢？你不说话，也可能打成右派。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北京大学有一个学生袁志芬，我认识他，袁世凯的袁，植物的植，芬芳的芬，他是香港人。他暑假每年暑假他都回香港，他没有参加过反右运动但是回来以后他没有参加过，他没有发言给他戴上右派帽子，这个叫做
不发言的右派帽子。那么根据什么打成右派帽子？这个就很多了啊！你的阶级出身就可以把你打成右派分子。当然我不知道他的阶级出身，我只是说一说打成右派的可能性。你比方说他父亲是做生意，就是资本家了，那么这个出身本身就可以把你打成右派分子。你是资本家出身嘛，对不对？资产阶级出身嘛，所以不一定要发言。很多人这个不了解这个情况啊。我还随便举一个例子，这个是报上登的，叫小便，因为小便而打成右派。那么在一个班里头讨论谁该打成右派，大家不好意思提名不好意思提啊。那么有一个人呢，他突然去小便了，这个时候就有人提了，他就是右派了，因为他不在嘛，对不对？面子上没有什么不好看的，是吧？大家同意了，他就是右派，就是叫做小便右派啊，因为去小便来打成右派啊，这个是奇奇怪怪的事，在大陆都可能发生。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整风运动？他要求人们向党提意见，为什么他要发动这个运动？这个要讲清楚起源在哪里呢？起源在苏联，它这个源头在苏联。1953年，斯大林死，那个时候我是在清华大学2年级。1953年，斯大林死，那么赫鲁晓夫就上台了。那么1956年，苏联召开20次党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这会议上做一个重要的秘密报告，揭发斯大林的罪恶当然这个详细我不能说，这简单一句话，斯大林害死了、迫害了、清算5000个苏联的高级干部，就是他的罪名5000个，还有其他的详细不在这里谈，是吧？那么赫鲁晓夫就批判斯大林，这个是秘密报告种种罪恶斯大林的种种罪恶批判。这个秘密报告后来透露出来了他是2月份做的报告，6月份透露到波兰工人就起来了，游行示威。这个叫做波茨南一个城市的工人开始反对共产党的统治，要求自由民主。这个是波兰带头的，那是2月份6月份。那么10月份，匈牙利的大学生游行示威，也要求自由民主，10万上街游行。苏联就派1000辆坦克进行镇压杀了不少人。后来呢，最初中共就是毛泽东表示反对表示反对苏联出兵，这个是最初。后来苏军撤走不代表首都反过来中共就要求
再进兵，这个是很怪的。是毛泽东这个起初他是反对苏联出兵的，后来他又要求苏联重新出兵，所以苏联又重新第二次，那是在毛泽东的压力下出兵的，又杀了一批匈牙利人，这是匈牙利事件。那么还有这个秘密报告引起全世界的反共高潮啊！全世界都引起这个是吧？反对共产党的高潮，这个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在世界上，就是因为赫鲁晓夫引起的这个秘密报告。那么毛泽东呢？这个接着了，是吧？这个说到这个毛泽东，他是非常敏感。他认为匈牙利事件有可能在中国发生，毛泽东是很敏感的。那么为了要怎么样，要防止这个匈牙利事变在中国发生，他就是要召开整风会议，就是要求中国人向党提意见，他就是要知道你提的是什么意见，因为你不说话，不知道你的思想啊。毛泽东要知道这个知识分子，他主要是向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啊，他要了解你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共产党怎么看法，他让你说话，只有你说话才能够暴露你的思想啊。果然后来都提意见了，知道了你的思想是对共产党不满，知道你的思想了，然后把你打成右派。这个毛泽东后来说什么呢？引蛇出洞啊，不让你说话，怎么知道你的思想？这个让你说话就是引蛇出洞啊。他说这个不是阴谋，这个阳谋的这个黑色幽默啊，这个外文都没法翻译啊，阳谋怎么翻译啊？他说这个汉字对吧？阴谋，他说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引蛇出洞啊。这个就是讲清楚他为什么要发动整风运动，就是为了要防止在匈牙利发生，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变。所以结果举的例子就是清华和北大大概师生员工大概有1万人，大概是这样，各1万人啊，打成的有500多人，清华也是500多人，这个就是符合毛泽东的要求5%。那么全国有多少打成右派的？官方公布的55万，这是官方公布的，这是后来了，多年以后，当时不公布的，多年以后。但是有人研究，有很多专家研究这个右派问题，高达200-300万打成右派的全国。那么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总共不过500万也就是说1半以上打成右派，那就受到迫害22年。在清华发生的事就讲到这里，接着就讲这个劳动教养的事了。1959年3月14号，公安人员用吉普车把我从清华大学强迫送到海淀分局公安局分局。这个海淀分局是专门收容8大学院的
右派学生专门收容，它是一个收容站，暂时的，到了一定的数量就送到别的地方，它是暂时的啊，分局嘛，公安分局规模不是大的。那个是2重门呐、很严的啊，大红门呐、那个吉普车开进去2重门呐、不得了，那个是不是严的不得了？然后登记啊，姓名啊，登记这些资料，对不对？基本的资料登记，把所有身上的东西掏出来啊，什么学生证啊，这个徽章啊，什么我的那个地址，朋友的地址啊，那个小册子，对不对？小刀子了、什么零钱啊，所有的东西掏出来啊，说是保存，但是后来都没有还给我，实际上就是没收所有的东西。我从此我就成了黑人了，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是吧？我成了完全没有身份的人了。我的证件全部给拿走。你假如把我放到社会上，我连住旅馆都不能住了，对不对？没有证件了，成了黑人了。一进那个光景，我成了黑人了，全部拿走，连裤腰带是怕自杀，鞋带都要脱下来，全部交啊，交完清楚，然后把你领到真正的那个是牢房了，大铁门。我一跨进那个大铁门，他从后面关那个门了，对不对？当一声，真是把我吓坏了啊！我一进到那个铁门，对不对？我的脑子是怎么想的？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的反应，我没有哭啊，也许胆小的人也许会哭，对不对？我没有哭。我一进门，我的思想就发生这样：我争取活着出去。我什么时候能出去？我一定把我所见所闻公布于世，求公道。我绝对不会自杀，我一定要坚持活下去，出这个铁门。我一进铁门，我的思想就是这样，绝对不屈服。好了，这个牢房是怎么组成呢？也要讲一讲它的环境是怎么样。它是用木板大的那个通铺啊，木板通铺叫做炕箱啊。所有的北京的监狱，城市里头的监狱看守所都是这样，用木板大的通铺。那么囚犯就一个一个就睡在那个通铺上。那么谁跟谁挨着睡，那个都要有警察指定的，你不能随便的啊！我随便睡在那里不可以啊！谁挨着谁，不能变的。好了，那天不是晚上吗？大概里头有10几个人啊，已经满了，就满了。那么我已经没有地方了，但是也不管怎么样，也得挤进去那边就睡觉了啊。晚上嘛，对不对？好，第二天早上他是吹哨子，我就说明这个，我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分居的生活，对不对？他是吹哨子，放毛。什么叫做放毛吗？就是把那个小便跟大便桶，那个大小便都是在那个桶啊，就排队
有头一个人提着那个桶到厕所倒那个尿，倒那个屎，叫做放毛。那么这个厕所，我说是个露天厕所，哎呀，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脏、这样臭的厕所。那个厕所的那个粪坑都已经满了，没法下脚啊！你大便都没法大便了，全部是粪啊！这就是分级的厕所，露天的啊！生平第一次看到这样。那么在上面房顶上站着什么呢？站着那个武装的警察了，用冲锋枪，他的冲锋枪就是对准我们，他从上面监视我们大小便呢，放毛啊，那么一会儿就回去了，回号监号嘛，就叫号牢房啊。回去牢房以后干什么呢？盘腿坐啊，你不能随便走动的，你回去了，你是不行的，一回去马上各就各位，固定的，你坐在哪里你就坐在哪里啊，盘腿坐就跟和尚一样，一个挨着一个，不许下炕的啊，然后开始学监规纪律，有那个牢头，那个牢头也是指定的啊，他也是囚犯的，也是右派，大概是啊，那个是指定的，由他来领导这个全号的人学习监规啊，监规要背啊，要背还要保证我不会犯监规，我要遵守监规，还要保证反反复复，从早上到晚上，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学习这个监规。其实这个监规只有6、7条啊，所以我讲一讲哪6、7条是吧？这个后来我也到了其他的看守所，基本上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样，基本上一样，差有时候这个排列不太一样。好，第一，一切行动必须听从政府人员的话。第二，不许时常锐气钝气啊，刀子剪刀当然不可以，那个什么那个锤子也不许可，那个盾子对不对啊？锐气钝气啊，你有那个铁锤，那也不许可，要教的。当然也没有那个铁锤的这个。第三，不许携带信件，你比方有人要出去了，或者放他或者怎么样，你不能托他去带信件，不许携带信件啊，不许谈案情啊。你是说互相这个要是吧？说话，我是犯什么呀？你是右派啊？你怎么打成右派了？不可以啊！不许谈案情，不许称兄道弟，不许互相拉拢啊！不许谈社会上的事。那么这个3个不许什么意思啊？干脆就说你不许你说话了，对不对？不能说话了。他没有规定你不能说话，但是这个3个规定本身就是说明你不能说话了啊。为什么他不让你说话？这个很简单，就是不让你互相了解啊，不让你交朋友，因为你交了朋友可能团结啊，团结对付共产党啊，他是最怕囚犯里头团结，
是共产党最怕的一件事，所以他规定你这个不许称兄道弟啊，还有不许街头街偶、交头接偶，都是禁止你说话啊。实际上就是说不准你说话。那么古代有一句对古代的奴隶啊，有一句话说什么？会说话的工具，对不对？那个大概是恩格斯下的定义吧，很有意思啊。古代的奴隶啊，叫做会说话的工具。那么我们现在在共产党统治的这个囚犯呢，等于不可说话的工具了，对不对？不可以说话的工具。还有，必须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做斗争。就是说，你发现有坏人坏事，或者说反动言论，或者说怪话啊，你要检举揭发，打小报告，就这个叫做必须靠拢政府，就是6、7条。反反一天从早到晚上，就是所谓学习监规纪律，别的不做，就是专门这个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啊，这个就是海淀分局的生活。一天2顿饭，因为不劳动，它有规定的，这个是全国都规定的。凡是不劳动的，一天2顿饭；如果你参加劳动的，3顿饭，这个是规定的。那么吃什么呢？就每个人2个窝窝头，1碗素菜汤，啊，没有肉也没有油，就是加一点盐。素菜汤。什么叫窝窝头？这个是北方穷人吃的食物，在当时现在吃窝窝头的人恐怕很少或者没有了，是吧？因为现在生活都提高了。当时在北方最穷的人就是吃窝窝头，他是用那个玉米面做一个团子，大小跟那个苹果差不多，圆锥体，做圆锥体，然后底下挖一个孔，它好蒸好蒸熟啊，放在蒸笼里头蒸熟，玉米面做的，这个叫做窝窝头啊，北京穷人吃的主食。2顿饭都是窝窝头、蔬菜汤，没有别的天天就是学习监规，什么事都不做那么有几天呢，叫你出去，给你发你那个锹铁锹，挖地。那个分局有一片空地，不大，他要利用那个空地种萝卜，利用你的劳动力，就是叫你翻地点种萝卜。就是说，共产党绝对不放弃任何机会，利用人们的劳力，这个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就那么一小块地，也要利用你的劳力种萝卜。有一天，突然有人叫了一个女的，后来才知道，她是人民大学的助教。后来才知道透露一点消息他就喊了：“我不是右派分子，我不是右派分子！”成了歇斯底里了，真是成了现在跟疯子一样了。
我不是右派分子，我不是右派分子救命啊！救命啊！打人呐！有人打人呐！打人呐！就喊这个，他的邻居，就是我们这个隔壁啊，就是女号关押女的，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很明显，这个后来通过很多事例我才证明，当时我还不了解是什么意思，但是后来通过很多事例啊，才了解这个事究竟怎么回事。这个事情就是这样，这个女的人民大学的助教，她不承认她是右派分子，那么这个不承认右派分子就等于不认罪不认罪你就是等于顽固分子啊。那么跟你同号的人就可以接到队长的通知，可以整他呀，斗他甚至可以打，这个是授权的，没有队长的授权，其他的人是不敢打人的。这个是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历史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暗中的对这个反动分子，对这个顽固分子就要整可以打，这个是授权的，所以那个同号是吧，就打他了，就这样的事情就在分级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这个发生这样，那么没有几天了，大概住了5、6天嘛，大概就把我押走有这个武装警察，但是呢没有给我带铐这个也要讲清楚，所以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它都不同的，因为我是劳动教养，对不对？规定劳动教养是有半公民权，它有规定的，那么不给带铐。如果宣布是劳改犯，对不对啊？判刑劳改犯，那是要带铐，不同的这一点，带铐跟不带铐不同的，不带铐就是还等于照顾你等于你还是半公民权的，这个是共产党的说法了的。其实这个区别也不大了，对不对带铐不带铐对我来说区别不太大，反正把你关起来了，对不对那么我不带铐还是坐公共汽车但是他事先告诉我你要老老实实是不是他那个警察压我调走，对不对？但是坐公共汽车他警告我你要老老实实意思是说你不要逃跑实际上也不可能逃跑，当时你要跑群众马上就抓你你跑不了的那么好了，我当然没有办法我想跑跑不了，不可能跑当然他也带枪，你跑他可能当场把你打死，也可能送到哪里去呢？一到那个地方我就认得了，因为我不是说我很喜欢去造访名胜古迹吗我一看就知道了，原来是北京的雍和宫，最大的喇嘛庙规模很大现在变成很重要的旅游点了，对不对？那个雍和宫喇嘛庙，把我送到里头，就交给那个挂一个牌，叫做在那个喇嘛庙的掌经馆，长嘛，念那个长嘛，藏经馆，藏那个佛经的那个馆佛经已经没有了，那个就利用那个馆作为什么呢？北京市劳动教养收容所
把那个长金款变成劳动教养收容，挂一个牌进去了。进去呢，首先就什么呢？就有一个人管的主管呢，这个主管怎么样？这个等一下，这个有的说的，是吧？这矮个儿，其貌不扬，戴一副很厚的近视眼镜，平头。后来才知道，他叫做石盘，石头的石，盘，那个盘碗的盘，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啊，本身也是右派。但是呢，因为他表现得很积极，右派里头也分很多，有的不说话了，有的不跟你合作了，但是有的还是跟共产党合作，他是属于这一类，虽然打成右派，但是他还是跟共产党合作，所以共产党就指派他为那个劳动教养收容所的头头，由他来管。那个队长政府人员根本不到那个收容所，就交给他管了。你看看他的为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先叫我登记。第一项目犯什么罪？我空着，我不写。他要写你犯反革命罪或者右派罪，你要写。我空着，我不写，因为我从来就不承认我有什么罪，是不是？我的根据，就算我的言论错误的，毛泽东说了言者无罪，我就根据这一条，我不认罪。就算我的言论是错的，但是言者无罪，我没有罪，所以我不写。你什么罪？我不写什么罪，我没有罪，我为什么要写罪？我那个空格我就空着不写。年龄从哪里来那个当然要写，对不对？那个罪名什么罪名我不写。好了，他一看那个表，他就认定你是一个顽固分子，他就盯着我了，是不是？你从那个表就可以看出你了。这些表全部要放到我的档案袋里头这个就是表示你不认罪具体的表现你不认罪这个也是你的罪等于你的罪，你的心的罪好了，我一进那个馆，对不对？长经馆里外都是人，坐在那个马扎北京有一个小东西，那个叫做马扎，可以折叠的小凳子叫做马扎，每一个人都坐在马扎上坐在小马扎上，低头纳鞋底，纳鞋底叫缝鞋底。这个北京当时大部分人都穿布鞋，那个布鞋的鞋底都是从那个旧布把它粘在一起，然后用大针把它缝在一起做鞋底，就叫纳鞋底，就是缝鞋底。那个乱角是一个内出纳的纳鞋底，就叫纳鞋底。这个是北京的家庭家务劳动都经常做的工作在北京老百姓家家都会做这个布鞋好了，
那个是用什么？用麻线，大针用麻线缝那个鞋底，就叫纳鞋底。那么多人呢，密密麻麻，但是呢，鸦雀无声。就是说，他管的多厉害呀！没有一个人敢说话，全部低头劳动。那么我刚来，当然不会那些题。所有刚来的人，他怎么样呢？他也叫我坐在那个马扎，这个石盘呢，就把那个一束麻扔给我，叫我看你左右的人学怎么把这个麻搓成，把这个生麻在大腿上搓成，在小腿上搓成麻线。刚来的人都干这个活，把生麻在大腿上搓成麻线。好了，第3、4天才教你纳鞋底。有一天，我刚跟那个邻座挨错我坐的，刚跟他说几句话，知道他是煤炭学院的学生还是什么，刚说几句话，这个石盘是很厉害的，他马上就大喊：冯国璋，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想搞什么名堂？嘀嘀咕咕干什么？非常厉害呀！马上不敢说话了。好，这个劳动要讲一讲不是随便我想干多少也是干多少，不是每一个人每天纳多少鞋底都要记录的。到了晚上收工的时候有专门记录员记录的，你今天纳了多少，一只或者一双都有记录的。那么他又搞什么劳动竞赛共产党这一套他这个严密到什么，你这个别的国家里做不了的除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或者苏联共产党，你其他国家这个民主国家你做不了这些事的。他管这个管人管到严密到什么程度，他还要劳动竞赛。那么你一天他有统计我记得好像最多的好像2双每一天那些的最高的，他就是给你广播表扬你那么最差的他也广播批评你。那么人他都有自尊心对不对？虽然你受批评不好看对不对？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受批评，人都有共产党就是利用这个人的自尊心展开劳动竞赛。人都爱脸嘛，人都不愿意落到最后嘛的，最后也把你名字广播就不好看不好听对不对？人都想办法要争，要那些顶拿的越多越好劳动竞赛就搞这个。那么有一个人呢，他是每一天都是最落后的，就给他扣一个帽子，叫什么呢？消极婚炮破坏生产，给你扣一个帽子，马上把你送到禁闭室你看共产党的手段，一方面是表扬这个生产最多的人，一方面是把这个生产最低的关进牢房，这个黑牢。那么黑牢怎么回事？当然我们当时还没有经过黑牢，后来我经过回来，后来才说黑牢的事
先说到这个，对不对？好了，这个劳动教养收容所也是暂时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呢？也是等到足够一批人送到别地方去劳动，这个是临时的收容所。还有每天要听广播，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洗脑了。中央广播电台，这个是全国是一样的联播节目有一天呢，那个是1959年3月份嘛，是不是？大概3月20几号，这个我就记不清了，反正是3月间，突然广播一个新闻，说什么呢？西藏叛乱已经平息了，被平息了说是西藏人叛乱了，就镇压了，已经平息了。那么喇嘛呢，达赖喇嘛呢，被这个奴隶主挟持强迫跑到印度去了，就那么广播。究竟怎么想，那就不知道了，对不对？这个是广播是一面之词嘛，对不对？究竟怎么回事，那不知道。究竟多少人，那就不知道了。他没有广播，但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3万人了，跑到印度去，就是那个1959年3月份的事情每天早上都要听一节广播当然他说他的是吧？究竟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没法知道，谁也不敢谈这些事。这个是我在劳动教养收容所遇到的事情，是重大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好了，到了一定的时间，大概10多天吧，大概就把我们押送到一个地方，他不告诉你是什么地方，不告诉你，用汽车军队押走，在半路不可以抬头的，你不可以抬头的，你必须低头。他军队压住你，谁抬头他就吃着你了，是吧？低头就是你不抬头，你不知道那个街嘛，对不对？你上哪去你不知道嘛？你要抬头，你认得路，对不对？这个什么地方？低头你就不知道，不知道送你到哪里去。好，送到一个地方就下车了。下车以后才知道，原来是北京火车站，但是不是客运站，是货运站，运货的那个车站，就把我们押到那个什么货箱，装货的那个车厢，不是装人的车厢，把我们当作牲口了，装在这个货箱里头，就运走了。运到那里也不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秘密的，从来不会透露告诉你的，你就把你当作货物，把你当作牲口。好了，停车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坐火车下车以后才知道，原来在金山县的中间，就是北京到山海关中间河北省叫做茶店的一个小站，很小的站，茶店，喝茶的茶，店三点水一个一定的定，念茶店，一个小站，只有慢车才停车，快车不停，很小的站。下车才知道，原来到这个小站，叫我们下车，
蹲在那个一个场地，火车站前面的一个场地，那么有这个清河农场的政委给我们做报告。什么叫清河农场？这个还得讲一讲。这个清河农场就在茶店的附近，它是一个劳改农场，是北京市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北京市有2个最大的劳改农场，一个就在茶店的清河，叫做清河农场，一个是在东北黑龙江密山县的新凯湖劳改农场，是北京公安局的最大的劳改农场。那个新凯湖劳改农场，新凯湖它是一个大的湖，一部分是属于苏联的，一部分是属于中国的。那个劳改农场就在那个湖边，不过我没有去过那个，当然我了解也看一些书人家告诉我，对不对？这个以后再说，我就简单说，对不对？北京是最大的劳改农场，大概有多少人呢？我不知道，大概有3万人吧，大概是不是？具体的不知道，这个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能乱讲，是吧？这个不能乱讲。但是我们呢？我们不是劳改犯。那个清河农场，它是劳改农场，我们是侨养，它不同的，是吧？没有把我们收到那个劳改农场。据说那个劳改农场里头规模很大，它分很多厂，细的我就不讲了，我只说规模很大，分很多分厂。我们不是劳改，不是劳改犯，没有送到那边，那么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送走之前，那个政委吧，他是这个劳动教养农场是由清河劳改农场领导的，他属下的农场，所以他的头还是这个清河劳改农场，他的头在那边，他的政委就给我们说话政治委员政委给我们训话吧。说的很简单，就是这样欢迎你们来，你看多好听啊！欢迎你们来，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这个是他的口头禅。这个成了他的标准语言，记住我等下还要解释一下这个话的意思通过劳动改造思想，欢迎你们来。这是其他的废话，我就没有必要说了，对不对？这个是他的话，欢迎你们来，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但是屋顶上那个武装的警察架着轻机枪对准我们，这个是最大的讽刺你看那个政委不是说欢迎我们吗？但是房顶上是架起轻机枪那个机枪口就对着我们。好了，讲话完了就把我们用那个卡车运走，走了相当长的时间大概好几十公里吧。那个时候是3月份嘛，是吧？那个还是很冷了，北方还是算是冬天跟春天的交界了，对不对？还是很冷，地里头还是黄土看不到春草不生还是一片黄土，非常荒凉好，那个汽车就停在一个地方，一看到抬头，它这个叫做什么呢？
583劳动教养农场，它的名字583。什么叫583？啊，要讲一讲说，就是1958年3月盖的那个农场，它是581、582、583、584、585，五个农场，一个挨着一个，这个是583。1958年盖的，1958年3月盖的。那么从外表看，你看呢，它的名字很漂亮，是吧？农场，你听啊，农场对不对？劳动教养农场，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标准的集中营。那个车一停，我们就看到了，不，快到那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不对，从远处就看到了高墙，用土砌的高墙，就像那个中世纪欧洲的城堡，就类似那个从平地上突然出现的高墙，四周有高墙围起来，上面架着电线，四角有角楼、探照灯，还有哨兵。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一目了然，标准的集中营。这个就是583劳动教养分厂。好了，那个汽车就进去的，开门了，开门，对不对？这个就像你就想象了，就跟中世纪那个城堡一样，开门了，对不对？就进去了，就把我们放下了，放下就看到一排一排的土房子。原来在那边的人，原来就有人了，已经有人了，也是教养分子了，全部是教养分子了，他就我们是新来的了。他们是早先来的，对不对？他就嚷嚷了，他们就嚷嚷你们啊，来啊，好啊，来了就有房子住喽，对吧？你们太好了嚷嚷啊！我们听到他们说这些房子都是我们盖的，这个地方完全是芦苇荡我们来的时候都是住帐篷冷得要命哎呀，这个多辛苦对不对这些房子，这些都是我们盖的你们来了就享福了，他们就嚷嚷了。那个早先来的人就这样。好了，那么我们就分配到那个每一个土房每一个土房。它分开嘛，对不对？一间一间的，它就是按军队的编制编号的，12个人一组，住在一个土房那个土房是怎么样呢？它不是用木板通铺的，跟那个城市的那个木板它不是的，它用土堆起来的，砌起来的。土炕叫做土炕，那个炕是火这边一个炕，抵抗的抗，那是火这边那个炕，那是北方的，用土砌的。冬天它可以在下面烧火取暖它是冬天的时候一般我们也不烧火，根本没有那个柴火，那是老百姓他要烧火，我们这个教养分子没有烧火的把我们冻的真是痛苦的不得了，是吧？跟老百姓不同的，炕是一样，但是不烧火老百姓是烧火，我们不烧火。那么12个人一间房子就是一个牢房了，对不对？
好了，我就说说这个生活了，正式讲这个劳动教养的生活是怎么生活，是吗？先讲一讲，因为现在劳动教养已经取消了，对不对？让大家知道一道。先讲一讲什么叫劳动教养，先讲一讲啊，它跟劳改有什么不同？劳改的全文是劳动改造，劳动教养简称叫劳教，是吧？劳动教养、劳动改造，一个劳教、劳改，这个两个东西要讲清楚。按照中共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理，劳动改造是什么呢？是刑事处理。那么行政处理意思是说什么呢？这些人犯的罪啊不重啊，比较轻啊，不必经过法院判决起诉，就是党委就可以决定把人送去劳动教养，党委就有这个权利，不必经过法院啊。他通知公安局，公安局就可以发劳动教养通知书，就把人带走劳动教养。这个，那么劳动改造不同，他要有逮捕证，正式的逮捕证啊，然后要起诉书，有法院啊，不，检察院的起诉书，然后法院的判决书送去劳改，这是刑事处理。他还有一种说法，劳动教养还有一部分的公民权，我们说了嘛啊，不给你代靠。另外，假如你家里有死人，父母死人，可以请假这个奔丧，但是这个奔丧也要看你的表现，你的平时的具体表现如果是不好，也可以不批准，这个是有伸缩性的。说是说你可以有权利奔丧，但是权力决定在这个警察的手里，是不是？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可以就不可以，是不是？另外还有说法就是啊，那个刑事那个劳改犯是敌我矛盾，那么劳动教养呢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很漂亮了，说的都是头头是道啊，实质上是没有什么多大区别，是吧？当然形式上是有一些区别啊，是不同，是有点不同，对不对啊？名义上你不是敌我矛盾，你是人民内部矛盾，很好听啊，是不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个劳改犯是敌我矛盾，他是这样，这个区别，对不对？啊，还有劳改犯是吃的穿的，那是政府啊给你的，供给你的，是不是？那么教养是自己挣钱，他还有工资，所谓的工资，这是不同的，这是不同的。所以等一下就再讲一讲这个生活教养是怎么生活的，下一步再讲一讲。所以先大体上先分开这个两种，是吗？劳动教养跟劳改它的区别啊，大家已经比较知道了，对不对？啊，好了。这12个人，怎么样的人给送去劳动教养？这个要讲一讲啊。然后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是吧？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有条件，什么样的条件的人送去教养？
当时啊，大家注意一下，劳动教养这个农场是在1958年设立的，劳动教养也是1958年设立的。当初的最主要的是目的在收容右派分子。右派不是1957年吗？打成右派。1958年是处理右派了，对不对？开除的，对不对？那么全国200-300万呢、那么有一部分是送去劳动教养，所以这个就设立这个劳动教养的这个农场啊，就是收容一部分的右派啊。另外呢，那就很广泛了啊，除了这个右派，很广泛了啊。你比方说社会上啊，没有户口的，比方说北京，所有没有户口的北京，全部都送去劳动教养啊。那么现在我举些例子了，是不是？12个人当中都是些什么人？你看看呢、我念念。张孝慈，人民大学的学生；我，清华大学的学生。第二，第三，叶丰年，重庆大学的学生，他已经犯了精神病了。另外一个，北京实验国际院的二胡手，也是右派。第四啊，右派。第五，符号，北京一个出版社的编辑，他知识分子啊，右派。第六，穆迪啊，右派。12个人有一半呢，右派。当然，邮票具体的怎么回事，不知道，不能谈啊，不能谈案情啊，是吧？只知道他是右派，究竟右派什么言论，犯什么错，不知道。第七，孟显琴，他自称为孟子的后代。为什么送去教养？他不愿意加入人民公社，他自己挑担担，给人家补那个碗呐、北京人那个破的碗啊，破碗破盖啊，可以补的，他有补碗的啊。印尼没有补碗，碗破了就扔了，对不对？但是在北方啊，中国北方啊，那个碗呢、破了还可以补啊。我也很怪，我第一次这个知道这个事，对不对？可以补碗，对不对啊？他是补碗的，就是个体户了，他不愿意加入人民公社。这个给他的罪名是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他要自己赚钱嘛，对不对？补碗他可以自己赚钱嘛啊！人民公社是具体的嘛，是吧？具体劳动嘛，他不愿意，这个就是等于错啊！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啊！劳动家他没有犯罪啊，他只是不愿意加入人民公社啊。孟显琴自称为孟子的后代，对不对？这个印象太深了，对不对？给我的印象。还有一个，这个更怪了，鄂伦春族，他是东北的啊，黑龙江的鄂伦春族跑到北京来了，他是少数民族。他干什么呢？他卖画的，卖那个中国那个明信片呐、到车站呢去卖那个明信片，也可以挣钱，也可以生活，但是他没有户口，他也没有犯罪啊。这个劳动教养，鄂伦春族。还有一个姓王的，他是在天桥，
拉牌子车的，牌子车就是运货用的那个2轮车子，他劳动啊，他不是没有工作啊，但是他没有户口，也去教养。还有一个高峰，一个和尚，北京广济市的和尚，他亲自告诉我，因为当时定量啊，他和尚是算是勤劳，每月的定量啊，粮食定量啊，28斤半，什么大学生啊，家庭妇女啊，都是28斤半，勤劳嘛。他是和尚嘛，对不对？也是勤劳，他不满意不够吃。他说我不够吃，跟派出所吵起来了，就是因为吵架，叫做什么呢？无理取闹，身体教养。第11个河南人，他就是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劳动教养。最后一个姓王的，他是农民，他是好赌这个就是赌博聚赌就是身体教养。这12个人就是这个名单了。那么唯一真正算是犯罪的，对不对？就有一个了，就赌博算是犯罪了，对不对？其他11个人没有一个犯罪。你看看，没有一个犯罪。身体教养，我顺便再说一下，因为我后来认得了，是吧？外面的人我也认得一个，我随便举例子，比较突出的杭州人，他是北京体育学院举重队的。他跟我说进来的时候，他是打成右派，身体健康的不得了。举重队，你想一想，多棒的身体！后来就变成残废了，关节炎，劳动过度，走都走不了。体育学院举重队的走都走不了，这个是比较突出的。谭公介，上海人，中学教员，也是打成右派，他给我看他的照片，他的妻子的照片不得了，一个大美人大美人。我一看他照片，哎呀，我很这个，哎呀，我说这个是不是这样好的家庭？对不对？分开了，完了他给我看的照片，我这个感情的当时的真是说不出话来。大美人一个现在沦落到这个地步了沦落到这个地步，他就是右派还有呢，是反动会道门参加一贯道的，还有呢，国民党的派出所的所长，还有给人算命的，在北京给人算命的，还有给人代写书信的，很多人文盲嘛，不会的，给人代写书信的，这些人没有犯罪但是认为什么呢？共产党认为这些人都是归类为什么？无业游民。说不好听，就是把他们当作垃圾扫出北京市。因为市长彭真亲自讲，这个我是在报纸看的，要把北京变成水晶宫这样干净就是把这些人北京市的这些人全部肃清。